全国豪车支援上海，这下不仅韩国人看呆了，就连我们自己都刷新了对上海的认知。起因只是为了让来上海旅游的韩国游客见识一下魔都的实力，于是便有着一群爱国的沪少沪姐不分昼夜三班倒的开着豪车上街展示实力。可没想到这一消息传出，全国各地的少爷们都不淡定了，纷纷把自己的豪车开到上海。首先就是这辆来自浙江杭州的法拉利拉法，接着又来了一辆上着广东牌照的帕加尼宗纳 M1， 据说国内落地接近2个亿，瞬间就把档次拉高了。据说现在的武康路低于500万的超跑都不让停了，这接二连三的操作，直接把来自发达国家的韩国人看得一愣一愣的。离谱的是，据说有位沪少直接当天骑了一辆几千万的布加迪开到了路上。除了这些，甚至都卷到了摩托赛道，沪少们骑着几十万的摩托和价值几十万的车牌也集体出来遛弯了。这下上海的豪车多的都可以开车展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夏禾夏叔。刚刚您看到这段非常幽默的视频呢，就是来自于之前中国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行为艺术。这场行为艺术的主旨是什么呢？是因为中国对很多国家进行了短期的免签政策，于是乎很多韩国的年轻人啊，趁着周末就来到中国上海旅行。那么韩国人到了上海之后，成群结队的去欣赏上海的美景，品尝上海的美食。但是可就撩拨了一群人的心弦，哪一群人呢？所谓的富二代，所谓的开着超跑的小开们，他们干嘛呀？他们要扬我国威。这时候第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人家招你惹你了，人家来观光旅行、休闲度假和消费，你扬你妈的国威啊！你就是嘚瑟，这家里可算是来了个外人了。那闷骚的孩子都坐不住了，平时啊挺像个人的，今天呀就恨不得把那五颜六色所有的水彩全都拽脸上，画得像唱戏一样就跑出来了。他想干嘛呀？这种心态跟爱国主义屁毛关系都没有，它完全来自于人类平时心底压抑的那份自卑。只不过在中国社会，任何滑稽、荒谬、丢人的行为，只要你扣上爱国主义这个帽子，就仿佛拥有了政治正确。你戴着这顶帽子出去转圈丢人，都有人为你鼓掌。就比如说这个行为，多抢啊！你快！天哪 ！Oh my god！ 你尴尬吗？你尴尬吗？真的输脚趾都抠地，你知道吗？把地板都给抠坏了。但就这么让人羞臊的、尴尬的，就是他不嫌丢人，你看着他，你都想钻到地缝里的可笑行为，在中国网上掀起了一片的崇拜。很多年轻的梦男梦女们开始管这帮人叫什么？叫爷儿，叫户爷儿。当这帮百无聊赖的所谓户爷开着自己的跑车，在上海街头三班倒的轰鸣之时，我没见韩国人留下来什么妒忌的憨喇子，我反而看见了很多中国自己人的颅内高潮。不信您听听。户爷开着他1000多万的车来上班了，必须给韩国人来点排面。现在在上海武康路，好多韩国人啊。户爷混奶穿着他们的羽绒服来上班了，他在这停了至少有5分钟。哎，这不是绿灯吗？为什么不走？礼让行人嘛！哎，摩托车车队，哇，好帅呀！韩国人不语，就是一味的拍照，让小韩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财阀。好帅呀！这才是继承人。以前晚上炸街的户爷，现在也不炸街了，直接夜班改白班，越有一辆越有一辆。法拉利最多了，这哪里是死忠，这就是赤诚的爱国之心。大家听到了吗？为了掩盖我自己作为一个观众的这份羞臊，我必须得点一根烟压压惊。
虽然这事儿既不是我干的，也不是我录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想钻到地缝里去，我想从此隐姓埋名的出家，请大家把我忘了吧。但是我的同胞们却感觉到他们自己做的这个可笑行为十分的光荣。光荣到什么程度呢？光荣到了扬我国威的地步。看到这儿，可能很多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大陆地区的海外的朋友们会忍俊不禁地说一句：上海那可是中国最繁茂的国际大都会啊，原来就是这种素质和水平吗？ Stop， 叔坐在这里必须不偏不倚地替上海和上海人说几句话。叔的前半生这40年去过很多次上海，至少100次以上。我在上海也曾经认识很多朋友，对上海这个城市有一个非常近距离的深度观察。上海真的不这样，尽管上海发生了这样的闹剧，但是这个闹剧绝对不能代表上海真实的素质和文化水平。上海这个璀璨的城市充满了腔调和华美，但上海的美美在哪里？美在上海人的优雅，上海的精致，美在上海的品味。而上海的品味包括了沪上文化100年来的海纳百川，来自于它的包容，来自于它的国际化，来自于它已经是中国最具国际前瞻性意识的大城市，绝对不是几个夸张炫耀的跑车就可以贬低的上海。上海是什么？你如果说王家卫的电视剧《繁花》，那是真实的90年代的上海吗？它有夸张的成分，但那里面不变的是那份上海优雅的精神内核。上海的精神就是，即便是一个退休的平凡工作的老阿姨，她周末可能要花好几百块钱去看一场音乐剧，去看一场舞台剧。而且当我和他们排队一起进场的时候，我看见这些身边的上海阿姨老精致了，老漂亮了，把头发吹得老好看了。他们那熨烫的一丝褶皱都不会有的精致洋装，他们那一缕一缕黑白相间的发丝，配上脖子上那个洁白的珍珠项链，那就是上海最美的一道风景线。上海之美，美在细节，美在情韵。每一个真正热爱上海、了解上海、懂上海美学的人，看到这一场炫富盛宴，都会和我一样感觉到上海真的被彻底的侮辱了一次。但如果这场闹剧仅仅是一些精神上非常空虚的所谓富二代开着自己的跑车在街上炸街，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么多话要说。更让我不能忍受的，甚至让我不齿的是什么？是很多中国人涌上上海的旅行重点街头，开始对于韩国游客贴脸开大，偷拍人家。然后把人家普通人的样貌发在网上，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道德审判和外貌攻击。讽刺这些韩国人长得都是一个模样，穿着统一的大衣，梳着统一的顺产头，行走在街上，活脱脱像精致的徐志胜。说到这儿，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徐志胜是谁。徐志胜呢，是一位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徐志胜经常拿自己的外形来开玩笑，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丑星。徐志胜说自己丑，是因为他是一个艺人。作为一个谐星，他拿自己开玩笑，是他作为综艺分子的一个商业卖点。而这些普通的韩国人，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想敲一下黑板，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扪心自问地想一想，你觉得中国这样一个声名狼藉、臭名昭著的国家，还有几个外国人喜欢来中国旅行？我个人认为，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还跑到中国来消费旅行的人，都是对中国有很好印象的人。但就这一撮友善的外来游客，到你的国家来旅行、来消费、来体验，居然被你偷拍发到网上去，一顿炮火连天的侮辱，人家做错什么了？
抛开道德层面不说，你这么干是否是赤裸裸的肖像侵犯？人家不是一个明星来跑到你的国家搞什么粉丝见面会，人家长什么样子是应该得到你的尊重的，你没有权利把人家放到网上去曝光人家的隐私，对人家的五官评头品足，这叫歧视，你懂不懂？更何况我仔细的去看了一下这些中国网民偷拍韩国游客的图片和视频，咱们平心而论的说，人家这些人长得丑吗？我觉得很正常。至于说人家的衣着风格，我觉得每个地区的人对于审美都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如果你认为这种打扮不是你心中的好看，你可以不去模仿它就罢了。但是你没有必要站在一些非常奇怪的角度上，对别人的穿衣戴帽进行如此大的恶意讽刺。我不知道这些在网上对韩国游客各种讥讽的中国网民是去过韩国还是没去过韩国。反正你叔我呢，本人是在韩国生活了很多年，因为近些年我所有的感情经历大部分都是和韩国人发生的。韩国这个国家不是很大，大部分的大城市我也都去过。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韩国人是非常在乎外形和外表的。他们对于皮肤的管理，对于身材的管理是要比普遍的中国男性更加自律的。而且我说一个可能你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呢，也只有我有资格说，因为我和中国的无数帅哥和韩国的无数帅哥都上过床。我个人认为，韩国男生的卫生习惯要比中国男生普遍的好。至于说好在哪里，就不用我再往下举例了吧，不然咱们这个频道可能又要被黄标。我们都知道日本、韩国，他们是习惯脱鞋吃饭的，他们的非常多的场景都需要脱鞋。但是这么多年了，接触了上百个日本和韩国的男生，我没有闻到过一次脚臭的味道。后来熟了以后，我还问他们，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们就说他们从小的卫生习惯就告诉他们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细节，如果今天有去别人家的机会，或者是吃饭的机会，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他们会在鞋里面放一些专门的除臭剂，或者带一双崭新的袜子，在去别人家之前在卫生间把袜子换好。而且韩国男生对于牙齿的保养，我认为都是变态级的。他们基本上是每吃完一顿饭就跑到卫生间去刷一次牙。如果你问我是否韩国每一个男士都这样，对不起，那七老八十的老爷子我也没接触过，但是我敢保证30岁以下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保养习惯。你中国男生能比吗？你随便找一个中国的男生宿舍，你进去你闻一闻，如果他们所有人都跟你一起吃饭，请问你吃得下去吗？当然，个人卫生习惯除了你身边的人和你的爱人，没人 care。你爱洗不洗，爱刷不刷，这是你个人的行为自由。但是我只想提醒你们，如果你要去比讲究、比体面、比这些外表上的事情，我觉得韩国男人的卫生习惯是中国男士必须学习的一种楷模。你连卫生习惯都保持不好，你身上挂再多的名牌 logo， 能盖得住你灵魂深处的腐臭味吗？我本来不愿意说这些，我觉得说这些很伤人自尊。但是我看到网上那些处于高度优越感的中国的梦男梦女们，对人家无辜的韩国年轻游客各种360度无死角的贬低的时候，你装什么平时吃的太好了？咱把门关起来，说点实话。别说精致的徐志胜了，就是徐志胜本人本胜，你觉得他跟你玩吗？瞧不起普通人的时候，不要忘了敲敲自己的脑壳，提醒自己一下，你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OK， 振聋发聩的质问之后，咱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怪象背后哲学性的成因。2025年了，2025这个数字在很多80后、90后的心中跟科幻电影一样，它都不真实。但是此刻就是公元2025年，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心脏，
繁华美丽的大上海还会发生这种群体性的闹剧？第一个前提，也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事实：2025了，但我们中国依旧是一个自卑的民族。我们先思考第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要扬我国威？外国人怎么着你了，你就要扬威？叔告诉你，老想扬威的人啊，是因为他的尺寸太小。你会发现，那个尺寸越小的人，在床上他他妈废话越多。老问你各种感受，老问你爽不爽，老问你达没达到高潮，他为啥这么多废话呢？因为他不自信，他不确定对方是一个阅人无数的老饕，还是一个厨，但他内心希望对方是个厨，因为如果对方是个厨，就不知道他这玩意儿是长是短。反之，面对老饕，他就心里开始打鼓。那么你都已经品尝了这么多的口味了，我在你的口味里面算是高中低几档呢？你也没有告诉我，那我就只能主动出击，炫耀给你看了，证明我很强，证明我很猛。所以但凡有机会，就穿个三角裤，里面塞2包袜子，出去转一圈，就认为从此别人就觉得你很厉害了。但这种可笑行为的出发点，恰恰是源自于生理上的自卑。这种生理上的自卑，就导致于说，当他炫耀的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你今天如果是一群黑人跟他比尺寸，他立刻不去了，他知道他比不过，他要在一个相对同温层里面的同种的人里面进行互相的一种较量。尽管这种较量的对象也是他自己假想出来的，但是他认为他有赢的把握。比如韩国人，韩国是一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犯过我中华的一个小国，反而在50年代的时候，中国发动了侵略韩国的所谓抗美援朝战争，给韩国人和朝鲜人均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伤痕。那人家都没急呢，中国人为什么老要跟韩国较劲呢？因为自卑。很多中国网友经常喜欢在网上去发一些贬低韩国的段子，底下就是点赞评论一片，比如什么韩国人吃不起西瓜呀，这梗这次也被搬到了上海事件之中。很多网友在网上说了，如果你没有超级跑车，你就提着一个西瓜走上上海街头，也可以让韩国人看一看西瓜在我们这儿人人都吃得起，让他们羡慕不已。哎，我就问你，你他妈无聊不无聊？大家听听，这得无聊到了什么程度上？韩国是一个什么国家？韩国只有5000万人口，是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但是它是世界第10大经济体，人均 GDP 要比中国高3倍，你懂吗？它的人均 GDP 是每年3万多美金，整整是中国的3倍。韩国人均最低收入是人民币11000元，而中国呢，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有9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这样赤裸而真实的数据，它就摆在这儿，是一个西瓜2个苹果能去掩盖的吗？韩国的土地巴掌大小，大部分的土地上全是山丘，它根本没有什么农作物，它大部分的食品是依赖于进口。之所以你一饮西瓜在韩国是个稀罕物，那不也是因为韩国的西瓜太过于昂贵吗？你去你能吃得起啊？来，你到日本来买个西瓜，我看看你能买几个？一个西瓜好几百人民币，就这么大。那为什么？因为它是进口的，它所以贵，就这么简单。你去了你也吃不起，因为那月收入最低1万多的人都不舍得经常买，你这月收入不足2000的人就能天天跑到韩国吃西瓜去吗？你不也不能吗？百年中国近代史
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被称之为中国近代的屈辱史。这个屈辱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就是骨子里的慕强与自卑，永远有着想不完的假想敌。尤其是望着东亚地区的其他邻国，有一些国家脚步比我们走得快一些，发展的比我们好一些。我们从最初的羡慕到临摹，到现在为止我们自认为的超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大的攀比心理，就是我们所说的暴发户逻辑。这种暴发户逻辑不仅仅是适用于韩国，也包括日本，甚至包括香港和台湾。你会发现大陆的暴发户这种孔雀开屏是无处不在的。有多少人在中国的内网上动不动就嘲笑台湾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有一些去过台湾的人专门去拍那些台湾老破小的建筑，发在内网上，问大家，请问台湾这种城市建设相当于中国的几线城市？然后底下就是哈哈哈的嘲讽一片。请问这个人发这种视频或者发这样的帖子，他想换来什么？他想换来自卑以后的平衡感，他想证明那些在国际地位上比我们高的人，实际上活得还不如我们。不信，我给你们拍一个看看。疯狂的点赞与评论会使得他变富裕吗？不会。会使他真正变得有自信吗？其实也不会。只会像创可贴一样，暂时盖住他那不能愈合的自卑。韩国确实没有中国这样的高楼大厦，因为我们都知道，首先它没有这么多的土地。但是韩国作为一个小国，这些年软实力可以说是冠绝世界。我们中国和中国政府动不动就说我们要有文化自信，我们要文化输出。何为文化输出？就是让外国人欣赏中国的文化。大家看看这些年中国做的文化输出都是什么？战狼、长津湖、水门桥、红海行动，都是这种又红又专的政宣产品。不但没有文化输出成功，反而把那些原本关注中华文化的一些外国友人全部隔绝在了墙外，让他们感到了非常大的排斥和抗拒。而我们再看看韩国这几十年影视剧的发展。说到这一点，作为一个资深的影迷，我非常的痛心。韩国的电影工业起步其实非常晚。韩国电影真正的崛起是1999年，因为韩国废除了电影的审查制度。废除完之后，真正享誉世界的第一部作品叫做《八月照相馆》。就是从这部电影以后，韩国新电影在世界开始了20年腾飞的脚步。可是1999年，华语影坛已经是百花齐放过很多次了。中国第5代导演已经横扫了各大国际影展，香港已经早就是东方好莱坞，而那个时候，韩国电影像婴儿一样，刚刚开始牙牙学语。可20年过去了，我们看看我们这片土地上还剩下什么文化产品，而韩国电影这20多年得到了怎样长足的发展？基本上是全世界各大影展的常驻嘉宾，而且客观的讲也是常胜将军。即便在奥斯卡，即便在好莱坞，韩国电影势力也是绝对不容小觑的。而与此同时，韩国流媒体、韩国剧界的发展，这些年可以说是一统天下。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目前渗透最广泛的是美剧，其次就是韩剧。所有手上有 Netflix 这个软件的人，你打开奈飞这个平台，你看一看每一季度的热播榜有多少是韩剧。即便你在美国区，请你打开这个软件，看看韩剧在美国它火不火，在西方它够不够火。你中国最大的视频平台腾讯视频，你所有拍剧的钱是哪儿来的？全部是从游戏那个板块拨款来的。养着视频这个频道，中国的剧你即便播得再火，你都是赔钱的，你知道吗？而我们看看韩国，
一部短剧《鱿鱼游戏》，刷新了多项奈飞的历史记录，成为了奈飞营收金额最高的一部韩剧，卖给了全世界197个国家的版权，人家就可以通过内容产生价值，不需要任何资源的拨款。中国能够做到吗？你所谓的那些澎湃的假数据，请问除了你们频道自己去买的那个数据造假和一小撮影视剧主角的粉丝在那刷流量，还有人看那玩意儿吗？别说卖给世界197个国家了，你就走出你的粉圈，你破得了圈吗？你都破不了圈层。我们再说说流行音乐，这也是韩国娱乐的一个重镇。韩国都知道是造星工厂，但中国也曾经是流行音乐非常繁茂的一个巨大市场。你看看这个市场今天还剩下什么？就即便在这个市场最红的歌手，无非也就只能多参加几个综艺。他们还有新歌吗？他们的新歌，请问除了他们的粉丝，别人知道这件事儿吗？你中国这么庞大，造星实力这么强，这么有资金功底，为什么你连一个 BLACKPINK 都捧不出来？为什么韩国小小的弹丸之地弄出这么一个女子组合，就可以横扫全世界所有的商业市场，与那些欧美巨星共比肩？这是为什么？这就叫做文化输出。这种文化输出需要开放的政策，需要透明的机制，需要言论的自由，需要对每一个创作者高度的个体生命尊重。而你没有这些东西，你再有才的人在这个土地上也只能沦为综艺工具。所有中国的饭圈女孩、饭圈男孩们，别跟我 battle 这些，其实你们心里很清楚，只要飞出中国大陆地区，你眼中的那些顶流谁他妈认识啊？而那些所谓的棒子国捧出来的那些棒子偶像，你还真别不信。你别说亚洲国家了，就即便到了中东国家，人山人海，全是他们的粉丝。为什么？因为人家文化输出的够成功。所以一直在装睡的中国网友知道我说的这一切，他们也是看在眼里的，但是心里却不服气，是那份心里隐藏的妒忌藏不住了，才逼迫他们走出家门，做了这些可笑的行为。他们想向世界，也想向韩国证明，你们有言论自由，你们有集会自由，你们可以罢免弹劾每一个韩国总统，我们不能。但是我们有跑车呀，你们有文化输出，全世界的人都在看韩剧。就即便是美国最顶尖级的音乐巨星火星哥，他也要跟韩国的顶流音乐家合作。比如说他和 Rose 那首阿巴次阿巴次，对吗？你别管它像不像洗刷刷，但它就是红透了全球。而这个你们没有，因为你没有这样一个创作的自由土壤。韩国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表达自己所有的观点。韩国的女性作家就可以在自己的笔下讽刺那些男权社会的主宰者，并且拿到了诺贝尔。而在中国，这样的人早就被封杀了，甚至他的出版物都不可能问世。但是你们觉得这不重要，因为我们中国有跑车呀。你们有跑车，你们的主子有跑车，拿你们纳税人钱买的跑车，一踩发动机的时候，那油门轰鸣的声音就是你的潮吹，对吗？在中国的银行系统里面，2%的用户掌握了98%的财富。你们不感觉到社会的不公？你不觉得这是制度出现了问题？你居然为这2%的人炫富而感到骄傲？全国人的医疗体系保障根本就不完善，甚至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地区，还有很多人连病都看不起。你觉得没问题？
教育资源严重分配不均，因为中国是世界上罕有的一个户籍制度国家。户籍制度是古代封建王朝发明出来管制人们迁徙、防止人们聚会的一种奴役工具。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户口对人的摧残也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你拥有北京户口，即便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高考考名牌大学，都要比那些山东的、河南的孩子占尽优势。这公平吗？在同一个大地上，用户籍制度把人分成3、6、9等，而在底层的人居然为了上等的人开着跑车在上海炫耀而感觉到自豪和骄傲。那一声声的发动机轰鸣，轰的是什么？轰的不是汽油，轰的就是你们这些韭菜一管一管的鲜血。你还美呢，吹别人的牛逼，长自己的威风。这个现象啊，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集中的平台，它叫做小红书。说到小红书，叔必须客观地评价一下，小红书是一个很棒的平台，它非常的有趣，它可以说是很多人万能的一个工具手册。你想找到好吃的餐厅，你有医疗知识、护肤知识，不懂你都可以随时找到。如果你想旅游不踩坑，也随时可以翻出来各种各样有效的旅行攻略。所以小红书它本身没有原罪，但是小红书上滋生出来一种非常丑陋、非常滑稽的社会现象，就是拜金炫富、表演欲贼强。在小红书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几种怪象，就是一个文化素质不高的人，手上提着几个包，非常自信地告诉你真正的有钱人都用什么包。哎，我就不懂了，那真正的有钱人跟你很熟吗？法律规定了真正有钱人必须得使用什么吗？马云算真正的有钱人吗？我看他也不怎么穿名牌啊。许家印算真正的有钱人吗？他现在穿的名牌叫做秦城监狱的囚服，你咋不来一套同款呢？啥叫真正的有钱人？真正有钱人得有多少钱呢？就说真正的有钱，他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那我就不懂了，这真正没钱的人怎么天天就替真正的有钱人在网上发言呢？建立各种各样物质的鄙视链，那个鄙视链十分的滑稽可笑，完全就是穷人对富人阶级的一种意淫。而这些每天替真正有钱人代言的真正穷鬼们，居然在网上能获得巨大的流量、点赞与支持，甚至有很多无知的年轻人对他们争相模仿。你觉得这个可笑吗？左一个真正，右一个真正。中国啥叫真正？真正的中国就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独裁国家。中国有9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这就是真正的中国。你还想要多真正啊？在小红书上，我们经常还能看到诸如此类这样的帖子：有1000万现金算真正的有钱人吗？哎，你看看底下那评论，我的妈呀，那真是民间表演艺术家呀！各种说那可不算，1000万在我们这儿根本就不够活的。更有甚者，顶着那3线城市的 IP， 开始作诗。说什么曾经我年轻的时候幻想我有100万我就可以活得很好，后来我有100万我发现我还是很贫穷，后来我就幻想也许有1000万我就可以财富自由，而如今我已经拥有了好多个1000万，可是我依旧生活得很有压力，没有安全感，这该怎么办呢？哎，大家听听，要点逼脸吗？哎，要点逼脸吗？如此拙劣的把戏，几百几千人就在评论区里面飙戏了，各种飙戏。张三说我的消费都降级了，我已经从爱马仕改成用香奈儿了，经济真是不好了。完，另外一群人又开始继续的表演，是啊，我这生活也不怎么样，把兰博基尼都给卖了，现在凑合着开个奔驰宝马就得了，老百姓还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们听听这种屡见不鲜，每天在小红书上都有的发言，这是什么drama的剧情？这个剧情背后影射的是什么？
影射的是这个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个人尊严的国家，人们只能通过这种扭曲的拜金和炫富方式来找到自己残存的可怜的骄傲感。中国人的骄傲从来不来自于公平的社会制度，所有内心的小算计、小虚荣，全部是要把别人努力都得不到的东西，故意的踩在脚下，摆出一副风轻云淡的松弛感。可是中国人真的松弛吗？如果真的松弛，你就不会大冬天的穿着羽绒服跑到上海街头去秀什么跑车，还要3班倒。这都自卑到家了，像马戏团小丑一样的把戏，居然还有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对他们说，这些少爷们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大的苦，这次他们无非也是想为国争光。而这种一次一次的靠炫富为国争光实则丢脸的行为，是靠谁来推波助澜的呢？这个小红书就是始作俑者。我有一天在小红书上就不小心刷到了这样一个帖子，那个帖子的内容是：哎呀，老前锋现在人人都玩，那几个老钱品牌都被穿烂了，也无非就是杰尼亚呀、LP 呀、DC 呀、Ralph Lauren 呐，还有没有点新鲜品牌？大家给我分享一下。哎呀妈呀！我当时看见那逼装的比嘴都大，我就特别想给他留言呀，攻击他几句。可惜呀，我的号炸号了，我没有实名认证，我回复不了，我只能干看着。我特别的想忍不住问一问，这个 IP 地址就是一个3线小城的博主 ，LP、BC。这都是一些意大利的羊绒品牌。第一，它并不适合年轻人穿着，普遍设计的比较老气。第二是它的溢价率极高，随随便便一个特别素的毛衣就要1-2万元人民币，难道你都买腻了吗？年纪轻轻的，你能不能给叔晒一下你买过的这几个品牌的那个发票的单子？你要能晒出来，我给你报了。不是说叔瞧不起他们，而是这几个品牌在中国才开了几家店呢？这怎么中国3、4、5线城市的人都成了他们的忠实消费者了呢？可这就是小红书的幽默之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著名的手表品牌，也是所有玩表人心中公认的大牌智商税，它叫 Richard Miller， 理查德·米勒。它随便一块表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它实际上的钟表成本，我往多里说不会超过1万块钱。之所以它能卖得那么贵，它就是一个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智商税。那它为啥能够玩这个游戏呢？因为它年产量只有几千块。人家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就是 Richard Miller 虽然是钟表的智商税，但是人家不割穷人的韭菜。可在小红书你会发现，Richard Miller 一个年轻的品牌，年产量只有几千块表，在小红书至少有10万人晒过。就是你打 Richard Miller 创品牌至今生产的所有表都被中国人给买了，那也不及小红书晒出来的数量多。你说这是咋回事呢？大家都很清楚。那既然大家都很清楚，大家应该感觉到这种幼稚的把戏是滑稽的、可笑的。为什么有很多年轻人还要涌到这个队伍里面，参与到这种滑稽的游戏之中呢？因为这个国家的自卑就只能用数字来掩盖，而这些自卑者集体的涌入到了一个平台，叫做小红书，就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中国资本主义消费生活市场。然后这群惺惺作态的假有钱人，你给我点赞，我给你转发，互相捧对方的臭脚，就使得他们彼此真的信了。他们先把自己给骗了以后，于是乎就承载了更大的梦想。更大的梦想是要干嘛呀？他们要扬我国威。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很多次的社会公然炫富的大规模集体活动之中，中国的网民都喜欢管他们叫爷。比如说，他们喜欢管北京那些权贵子弟叫京爷，他们管上海这次开跑车的人叫做沪爷，
曾经范冰冰很红的时候，他们管范冰冰叫做范爷。只要在普通老百姓心中有权有势、占了资源上风的人，他们就会本能地送一个爷的称呼。这让很多外国的人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个人表面变得很成功，掌握了社会资源，他就成了你爸爸的爸爸，你的爷爷？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折射了中国封建社会给人们留下的一些残余，叫做官本位。中国是个官本思想很重的国家，尽管中国的网民在网上天天渴望和呼吁公平公正，但是矛盾就矛盾在他们同时又崇拜那些遥遥领先，把他们的自尊和收入踩在脚下的官老爷。所以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普通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打拼冲破这个阶级，冲破阶级去做什么呢？去做一个原本剥削自己的官老爷。所以爷这个东西虽然听起来表面讽刺，但也折射出了中国人底层逻辑的慕强和奴性。我们经常在中国的网上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一群人去评价一个名人，说他资源很好，虽然名气不大。那他名气不大就代表没有商业价值，他为啥资源又好呢？很多装明白的网友就开始说了，他家是军队的。我就不明白了，军人每个月多少钱的工资，他是非常有限的，不管你在军队的官职有多高，军人都是一个清贫的职业。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他家里面有军方背景，也就是有人在部队里面工作，他就可以在别的领域取得这么多的便利资源？这是什么逻辑？这就证明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军人，他利用自己在军队里面担任领导干部的职务便利，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他贪赃的这些东西都是哪儿来的？都是纳税人的钱养的这个军队。那这样的人，你不觉得他是中国之耻？你还管他叫个军爷？就像这次上海事件，有很多人也对这种现象提出了不满，但是就有很多网友站出来喊，你不让这些富二代去秀跑车，难道让月薪3000块钱的我去秀跑车吗？哼，我就不懂了。如果没有这些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富二代，您的月薪也许早就不是3000了。你为什么就不想想这个问题呢？如果这个社会一切的机制都是透明的、公平的，法律是健全的，所有拥有官本位的人没有任何的特权，没有办法盘剥人民的民脂民膏，每个人都做到了接近人人平等，那才叫真正的扬我国威呢。你又何苦过着孙子一般的日子，去管那些毫无血缘的人叫爷爷呢？这个逻辑我自己现在也是深深的能够感受到，因为有非常多的大陆网友翻墙出来骂我说你不要惺惺作态，你不要在那强颜欢笑了。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生活，你永远就是一个二等公民。甚至有很多人认为可以把我怼死，还问我说，请问你在日本是几等公民呢？你能解释清楚吗？你敢解释吗？ OK， 叔今天就给你解释一下。我仰天发誓，我在日本是1等公民。虽然我连日本国籍都没有，我只是一个日本的外籍常住人口，但是我绝对是1等公民。因为在日本是一个连户籍制度都没有的国家，你搬到哪儿去，你就是那儿的人。你想把你的健保卡改成那个地方的地址，只要你拿出一个居住的普通证明，哪怕是个租房子的合同，你当天就改过来了，你就变成那个城市的人了，就这么简单。没有户籍制度，没有种姓制度，反而在日本那些公务员、区议员、市议员，哪怕是日本首相，他们就是服务人民的一个公仆啊。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贫，他们的生活品质肯定没有我高啊。因为如果他们的生活品质比我还高的话，那他们早就坐牢了，还能做官吗？而且在日本做官，谁崇拜你呀？在日本做官，你到日本来看一看，谁搭理你呀？那下野的日本国家领导人就站在地铁口的那块，举着个牌子演讲，连看都没人看他。
他们如果一旦在那个位置上下来了，干嘛？回老家呀，当农民呐。你就即便是在日本执掌时间最久的安倍的遗孀，也只能在东京开个小饭店为生啊。你能做什么特权呢？日本可没有什么加护病房，给这些遗老遗少们肥吃肥喝的供养一辈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就即便是日本天皇，也无非就是一个俸禄有限的国家吉祥物，他有啥权利呀？他最多带有一点文化意义，但是我和他在这个国家享受的人权绝对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始终就没搞清楚两个概念：第一，啥叫几等公民；第二，就是很多人常说的那句，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在外国生活，你永远融不进去当地的主流社会。但是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啥叫主流社会，对吗？主流社会这个概念，它也太虚空缥缈了。只有在中国才存在主流社会这个伪概念，就是你做买卖的人不如人家当官的人主流，你当官的人不如当国家大领导的人主流，你当员工的就没有当老板的主流，你没名的人、平凡的人就不如那有名有流量的人主流。就这种扭曲的观念，就缔造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主流社会。但是在其他的自由民主宪政国家里面，这个概念早就被历史给冲刷的，不能说没有吧，但是你要想寻找它也有点依稀。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不怎么会日语的外国人，我在日本生活的已经够主流的了。起码我还经常出去吃喝玩乐，我经常出去全国各地的旅行，我经常光顾日本各种各样的风月场所。而日本很多本国人那活得可比我边缘的多得多，一辈子就在家里面关着，除了上班就是打游戏，一个朋友没有，亲人也不联系。如果你去问他们，你为什么要这样离群索居，你咋不融入日本的主流社会呢？他们会一脸茫然地问你，用日语问你，日本的主流社会在哪儿？这就牵扯出来一个我们非常值得反思的深刻的大问题，就是集体认同和个人认同。如果你追求集体认同，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东西。你即便当上了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要追求世界的认同，而世界根本就不认同他。但如果你是一个做到自我自洽的人，你心里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无论你居住在一个多么平凡的地方，做着多么平凡的工作，但是你心里是丰盈的，你就是你自己的主流。所以，各位观众，如果有人再用这些腐朽的道德绑架跟你夸夸其谈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请你先进化为人。奴和人中间有一个距离，这个距离不是道路，而是思想。最后，叔想和你们提一位护爷儿。这个人呢，你要把他称之为护爷儿，他还真的有点担得起。这位护爷的名字叫做荣毅仁。荣毅仁是谁呢？中国著名的红顶商人。近100年来，无论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荣家都是富甲一方的存在。荣家整个的产业遍布全球，这个家族到底有多少资产无从统计。但是最近荣家有一个支脉，发生了一个小动作，让海外的很多舆论媒体开始持续关注，就是中国一家搬家公司拍了上海的一栋老洋房，搬出了数百件名贵的古董家具。这家搬家公司为了彰显自己公司的实力，就向外部透露自己就是给荣家人搬家。搬去哪儿呢？搬去加拿大。好，咱们就说到这儿。关于荣家的故事，咱们有空单独细聊。叔想反问一下中国所有群情激昂的小粉红，你觉得荣毅仁家族买得起跑车呢，还是买不起？有没有人对荣家的消费实力产生质疑？应该没有，对吧？那么荣家的后人
为什么不赶紧去订购几辆布加迪威龙的高级跑车，限量版的，在自己的老家炸一炸街，给那些韩国游客看一看？他怎么不去呀？他为啥还要往外跑呢？把老洋房也卖了，古董家具也打包了，荣家人的脑袋是怎么了？秀逗了？没有小红书上的网民聪明，就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现象，你去观察一下真正的户爷在干嘛。真正的爷爷们只有2条路可以走了：一，逃往海外；二，秦城监狱。而那些下面的不知道血统正不正、是真是假的几重孙，还他妈开个跑车跑到上海的街头去炸街嘚瑟呢，还要点脸吗？这都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这是你基础的社会常识都不具备。此刻中国已经是什么时代了？百废不兴，王朝末年。不需要你有什么富达天下的悲悯之心，替普通老百姓的情绪考虑考虑。就说从自身安全的角度，在这样一个乱世，你还敢上街嘚瑟呢？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了，还是看你父母早就不顺眼了，想提前把他们用贪污腐败的名义送到监狱里面去呀？一群他妈酒贫乍富的蠢货！你自己喜欢用什么品质的东西，那是您的自由。你买了东西，他就得用，就得让别人看见，那也没人拦着你。但是，请你不要顶着城市的名义和国家的名义，因为你这样子会让上海，会让还要一点点脸面的上海人彻底的因你而蒙羞。精神空虚，你就多买几本书看看。不识字看不懂也没有关系，你就承认你精神空虚，但是别把你这份精神空虚包装成爱国主义出来显摆嘚瑟，全世界转圈的丢人。反之，另外一头，那些每次因为这些虚荣而心潮澎湃的真正中国底层的穷人们，我想把最近网络上的一个金句献给你们。这些开着跑车在上海炸街的人，就像是一群吸满血的蚊子在晒自己吃饱了的肚皮，而被叮得满身是包的我们却觉得自己腰杆硬了。这种精神病，叔的确不知道哪一家医院能够治好。在此新年临近之际，我只默默地祝福你们能够自愈康复。